係嗰個網友嗱，馬杜羅被捕咗之後，即係呢個委內瑞拉，大家我都為大家 follow up 下佢會點啦。呢個就係點樣收貨啦。咁就另外一個局勢嘅關鍵咧，就喺伊朗呢幾日呢個局勢咧係非常之緊張嘅。好啦，呢隻雅烏諾嚇，我唔使我提啦，我而家全部用雅烏諾嘅呢個。咁就係第三代嘅好處咧，就係嗰個感光強咗好多，即係喺冇太陽都得啦。你搽3次就，而且保護你嘅頭髮同埋呢一個頭皮嘅呢個全植物嘅嚇。佢嘅好處就唔使去飛髮鋪啦，就係佢唔會傷害你嘅頭皮同皮髮啦，冇阿摩尼亞，冇重金屬，呢個好緊要，太方便啦！我搽一搽落去，呢個2-3個禮拜搽一搽啲髮根，咁一路補上去就得。一支咧係用成幾個月嘅喎，我用幾個月。當伊朗外交部去叫聯合國介入啊，喂嗌救命啊嚇！阻止美國對委內瑞拉嘅非法侵略，但係馬杜羅被捉嘅狼狽模樣，伊朗恐怕咧哈梅內伊成為下一個馬杜羅。嗱，呢一個你聯合國咧，你同聯合國講無用，因為咧要過安全理事會，個安全理事會咧美國係會一定否決嘅。美國成長顧問伊朗顧問公司馬杜羅被捕，對伊朗係個 turning point， 其實係伊朗一個咁大嘅國家，係從9000萬人國家，從來冇考慮過美國會軍事介入佢嘅內政嘅，呢個係攞嚟衰嘅，呢個以前係真係唔得嘅。美國派幾多軍隊去打伊朗啊？呢個做唔到噶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呢個時候伊朗貨幣繼續各地抗爭，已經15個人死啊嚇！由9個人變咗15個人，呢個死亡數字如果一增加咧，你就大鑊，而且蔓延到全國60座城市。哈梅內伊3號作出回應，將矛頭指向境外敵人。匯率咧忽然間升，無故跌啊！其實匯率跌唔係自然現象，係敵人嘅陰謀。我哋不定要對暴徒咧給予應有嘅懲罰。呢啲講呢啲神學啲人真係荒謬嚇！你個匯率跌就梗係因為你印得太多貨幣啦，係嘛？大家睇下，哇！舉咁大支伊朗旗啊，咁大支伊朗旗，周街嘅人示威，呢個係嚇，呢個係全國啊60笪地方示威，60笪地方示威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再次警告伊朗，如果入第2週示威運動有更多抗議者喪生，美國就會俾伊朗嚴厲打擊。喂，佢上次講子彈上咗膛。Donald Trump 喺空軍1號告訴記者：我哋密切關注局勢，如果佢哋好似過去咁開始殺人嘅話呢，佢哋會遭受到美國嘅嚴厲打擊。咁呢，但係點樣用乜嘢法律根據去到嚴厲打擊呢？人道呢就唔係可以打人嘅理由嘅。咁呢個呢就係呢，佢曾經將伊朗定義為恐怖組織嘅，呢個係共和國衛隊，佢中意打邊個，只要係恐怖組織呢，佢就有權唔理國界去打你嘅。英國《泰晤士日報》星期4號話，哈梅內伊制定咗個逃亡計劃。哈梅內伊同佢嘅核心呢個親信同家人，包括個仔兼指定繼承人穆加塔帕，佢想傳俾個仔喎，呢啲真係離晒譜。以色列嘅以前嘅情報官員貝薩布提話，哈梅內伊會前去俄羅斯，因為除咗俄羅斯咧，佢冇地方可以去。咁其實可以去中國嘅呢個。哈梅內伊先前曾經同佢講，欽佩普京，而伊朗文化同俄羅斯文化更為相似。佢哈梅內伊亦都係習近平嘅老朋友嚟嘅，呢個係嚇。好啦，核心論點：伊朗政權陷入一個自我加劇嘅危機循環。
面對國內持續擴散嘅示威呢，伊朗嘅政權啊，任何一個選擇，無論係鎮壓、克制或者猶豫，都係死梗嘅。外部壓力、內部不穩已經係連動起上嚟，因為外部嘅壓力同埋 Donald Trump 咧會採取行動捉咗馬杜羅呢樣嘢咧，令到內部嗰啲人嘅示威嘅信心大增。我早幾日有條片就話，個局勢如果內部嘅人係有信心繼續擴大嘅示威嚟到壓迫政府嘅話咧，結果伊朗政府好難倒台嘅，形成咗所有安全政策嘅選項已經冇選項。呢個分析將會闡述當前嘅困局咧，已經唔係單純嘅街頭抗議，而嘅可以導致指揮系統失靈、政權崩潰嘅結構性陷阱。內部不穩，內部壓力變咗政權困局。以色列做咗樣乜嘢呢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四喺政府會議發表講話，堅定支持伊朗人民。我哋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，聲援佢哋嘅鬥爭，支持佢哋對自由、解放同正義嘅渴望。如果你咁集結軍隊去對付啲人民呢，以色列隨時攻擊你。上個禮拜佢喺美國佛羅里達同 Donald Trump 會晤期間，雙方討論咗伊朗問題。一方面，我哋重申雙方喺零濃縮鈾方面嘅共同立場，即係伊朗唔准做濃縮鈾，而且一定要將伊朗境內400公斤嘅濃縮材料移除，對呢啲設備進行嚴格有效嘅監管。即係咧，佢要咧就伊朗放棄晒所有嘅核原料出嚟。其實淨係呢樣嘢咧，佢已經想揾機會再打伊朗噶啦。而家最好你伊朗內亂咧，佢就不停打伊朗。咁咧就仲有伊朗內閣係通過咗呢個內塔尼亞胡提出嘅一個行動綱領，唔知係乜嘢，但係咧已經係準備咗行動啦。呢個就係以色列安全內閣批准咗行動計劃，通過咗行動計劃，唔話嘅內容俾你聽。官方聲明保留行動嘅彈性，因應區內局勢作出調整。總理內塔尼亞胡主持會議呢個已經準備好晒伊朗呢把刀，以色列呢把刀。美國更多飛機飛去，美國調動戰機及相關裝備，密切注意區內安全，冇指明針對伊朗，但係好有呢個針對性。對付伊朗同對付委內瑞拉咧唔同，因為根本長期對伊朗都係有戒備嘅。首先就係以色列嘅整個空軍係已經試過無數次去襲擊伊朗，而美國咧喺呢一個聯合酋長國沙地阿拉伯同埋卡塔爾都有空軍基地，係隨時喐得手嘅。示威活動咧由城市廣場延伸到政府部門周邊，目標轉移，市政辦公室、地方行政機構、安全部門成為佢哋衝擊。地理擴散，首都德黑蘭同伊斯法罕、切拉子主要城市都有人示威，行動升級，包圍地方政府，衝擊革命衛隊。呢個係開始圍攻政府部門。結構性嘅困局問題唔係在點樣揀，而係點樣揀都死。伊朗面對嘅唔係簡單要唔要鎮壓示威，而係無論點樣走都要付出極高代價嘅結構性困局。我哋睇睇，而家咧就有即係有一定有擦槍走火。如果你冇完全冇保護嗰啲政府措施咧，就好快所有政府措施就係癱瘓晒，俾人民咧佔領晒。所以咧佢係有開槍。但你睇見咧死咗15個人咧，其實就介乎鎮壓同唔鎮壓中間喎。你衝擊政府部門，佢咪要開槍？如果你鎮壓嘅話，出動大部隊鎮壓，直接後果大規模流血畫面，成為外界干預嘅口實。如果見到你屠殺平民，
你估 Donald Trump 會唔會執行佢講嘅嘢呢？經過馬杜羅冇人懷疑。第二，你安全部隊夠唔夠鎮壓全國呢？9000萬人，你幾十萬嘅安全部隊，你係咪集中喺幾個城市呢？如果你一鎮壓人民，會唔會激到啲人民更加嬲呢？更多人企出嚟呢？當日喺烏克蘭就係咁啦，呢個就係如果你一鎮壓係可以導致呢一個更多人民站出嚟示威，激嬲啲人，佢又可以導致外國干預，可以導致政府內部嘅分裂，你就要諗清楚呢樣嘢。美國同以色列已經佈置咗前期部署，即係已經唔係話恐嚇你咁簡單，係做好晒預備打擊嘅，同埋訓練緊。任何高烈度嘅鎮壓都可能被視為必須介入嘅理由。呢個鎮壓未必能夠換嚟穩定，可能造成長期嘅動亂，同埋引起外界。第二，持續克制會縱容內部失控，侵蝕政權根基。唔鎮壓咁啊點呢？喂，唔鎮壓，政權越唔出手，群眾就越大膽，覺得你唔敢鎮壓。你純粹唔鎮壓係冇用嘅，佢哋覺得你根本唔敢鎮壓，尤其是經過美國嘅恐嚇添。於是就越嚟越多人，因為咧出街嘅代價咧係越嚟越少啊，佢唔驚你啊，所以咧你其實咧唔鎮壓唔得嘅喎，你係要作出讓步。乜嘢叫讓步咧？有人為呢啲嘢負責落台，或者同民眾對話，點樣解決問題。但係呢啲咧係個政權咧係唔可以咁做，因為咁做咧喺人民面前咧就冇晒威信。你唔鎮壓嗰啲人就越嚟就喺度試探你嘅底線，行動由口號升級為包圍、佔領、削弱政權嘅控制力，係打擊你嘅控制力。體制入邊咧係將點解唔鎮壓呢？你係冇信心，於是下層就觀望啦。嗰啲人執行嗰時咧就 hea 做。你越唔鎮壓，下層對嗰個政權係咪能夠維繫落嚟嘅信心咧就越不足，越拖落嚇。第三種鎮壓猶豫，你唔夠狠啊，群眾會試得更加深。政權嘅猶豫會被視為你拖，又唔係講和，又唔係鎮壓。你一係咧就要講和，講和咧政權嘅威信冇晒。佢哋一定會要求哈梅內伊落台，一定要改革宗教法庭同埋宗教警察，被視為軟弱，鼓勵更大膽嘅挑戰。你又唔夠穩喎，安全部隊咧開始驚。你越猶豫，嗰啲安全部隊咪越驚。喂，我做咗啲嘢，會唔會俾人秋後算賬啊？當體制顯得猶豫，執行者會開始懷疑，我出手之後，政權會唔會保護我啊？呢個係指揮鏈嘅崩潰。當命令變成一種選擇，當安全部隊對政權嘅信心動搖，來自上層嘅命令，佢哋就選擇性執行，甚至拒絕執行。到最後，就算政權決心鎮壓，都未必有人肯聽。政權將會失去最關鍵嘅暴力工具。而且你一越猶豫呢，就係顯示俾嗰啲人民睇，只有幾個可能性嘅啫。第一就係落命令嘅人冇信心咁樣做係咪有效果，驚 Donald Trump 報復，同埋政權內部分裂得好犀利，達唔到一致嘅決定。呢個就係原來你哋內部係分裂嘅。王朝嘅崩潰就係命令嘅失效。伊朗歷史上王朝倒台嘅關鍵，從來唔係最後一刻有冇出兵，而係出兵都冇用。最後你下令出兵，冇人聽。呢個伊朗國王巴列維就係咁樣樣，一猶豫落嚟，結果嗰
嗰啲衛隊全部唔聽話，王朝穩固，命令失效，系統崩塌，鎮壓引爆外部風險，不鎮壓內部失控，長時期呢個不鎮壓同埋去意圖討好啲人民，啲人民會一步步逼過嚟，要求你更多嘅讓步，終於係威脅到你嘅政權嘅生存。長時間嘅猶豫就令到整個安全同行政體系失去信心，冇一個合理嘅選擇。當指揮鏈斷裂崩潰，唔再需要一個決定性嘅衝突，你拖得耐呢，就爛晒㗎啦，成個指揮鏈冇信心鎮壓㗎啦，唔需要一場激烈嘅。你要低溫呢，你就鎮壓，或者低溫呢，你就去點樣將佢降溫，兩樣都唔做，又似咁又似咁，終於最後唔使呢一個冇一場轟轟烈烈嘅衝突，你就已經係爛晒。伊朗面對嘅唔係選錯路，而係每拖一日3條線都變得越嚟越壞。一旦更多嘅地方政府被癱瘓，而安全部隊猶豫不決，政權嘅核心問題就再唔係街頭，而係個指揮鏈仲有冇用。到呢一刻，倒台未必需要個決定性嘅衝擊。美伊關係緊張嘅歷史淵源，昔日嘅盟友巴列維王朝啊，伊朗係美國中東嘅核心盟友。美國喺1953年策動政變，鞏固咗皇權。伊朗係作為對住蘇聯嘅。到咗1979年，呢個其實 CIA 啊，仲係想支持巴列維，支持唔到啊！呢個係結果崩潰咗，發生美國大使館人質危機，444日兩國正式斷交。呢個就係巴列維去咗，因為巴列維去咗美國，於是美國大使館就俾人捉咗啲人質。呢樣嘢搞到卡達聲名狼藉嘅。呢個兩伊戰爭期間呢，美國係支持薩達姆嘅。嗱，呢個美國又縱容咗呢個薩達姆出嚟，後來要打薩達姆，並曾重創伊朗海軍，擊落佢嘅民航機，雙方仇恨加深。去到2015年呢，呢一個奧巴馬呢就曾經同呢一個伊朗達成咗協議，伊朗呢就停止做濃縮鈾。嗱，伊朗真係停咗做濃縮鈾，係原子能機構驗證咗嘅，國際原子能機構。到咗邊個當選嗰時咧 ，Donald Trump 就撕毀咗呢個協議。個理由就點解呢？佢話你唔做濃縮鈾都冇用，你猛喺度整緊啲導彈，然後你同我而家咧，我同你做翻生意，你越嚟越有錢啦。咁你呢啲錢咧就我哋發展導彈，然後你不停個技術成熟，到時啊，你一再練濃縮鈾咧，6個月至9個月，你就做到原子彈出嚟。所以呢個 Donald Trump 話唔得，因為 Donald Trump 亦都係好受呢個係內塔尼亞胡嘅睇法，你要停埋做導彈，咁結果咧就反咗面。於是 Donald Trump 就撕毀咗同伊朗嗰個協議。2018年 Donald Trump 單方面退出協議。到咗2023年，哈馬斯襲擊以色列，咁於是就梗係大鑊啦。呢個就係咁跟住就係去到以色列就暗殺呢一個哈馬斯嘅人喺伊朗，然後襲擊襲擊伊朗嘅核設施，然後美國跟住再襲擊伊朗嘅核設施，根本已經係交戰嘅邊緣。好啦，有啲嘢5節啊，呢一個係韓國呢隻嘢好賣喎，呢個父母 Q10 呢隻都係一種 Q10嚟㗎，5節90蚊啫喎，呢隻嘢好平 ，From Bio 嘅 Q10啊。呢一個血糖樂控制血糖嘅，有巴拿巴葉同銀杏精華，半價75蚊。呢一個健骨素，老人家要食，增加個鈣，以免跌親嘅，有黃金比例嘅鈣同埋鎂，5節80蚊。呢一個用珊瑚精
強力吸油呢個係愛嚟令到你瘦嘅，5折90蚊。伊朗而家就喺呢個惡性嘅循環入邊，咁又死，咁又死，唔揀又死。我睇下伊朗點樣收貨，好嘛？好啦，嗱，人生下半場活出最佳狀態，呢個新配方，呢個就係呢個新嘅長壽配方係點樣呢？我先講咗個 format 俾大家聽先。呢個呢就係有 MMN 亞精胺白藜蘆醇，係加重咗白藜蘆醇，加重咗 NMN， 而係擺咗個新嘅嘢落去，就係亞精胺。最新科研結果，同時加強咗 TMG， 加咗維他命 C。我解釋個配方先，呢個就係咁樣。57600嗰陣時咧57600嗰陣時咧就係每粒每日咧係400mg，而家咧就係咧分兩粒，就450mg。我哋覺得加到450mg咧係最適當嘅。然後 TMG 咧由30mg 加到50mg， 呢隻好名貴嘅白藜蘆醇咧就加到100mg， 亞精胺 10mg， 維他命 C 120mg。個理由係點解咧？就係咁解嘅。其實咧而家嘅科研究咧就係咧長壽咧係有幾個關鍵嘅。MNN 就係將你個端粒體延長，等你個細胞可以 reproduce。佢配合白藜蘆醇咧就係令到個威力增加 1.6 倍嘅，尤其是配到 100mg 嘅白藜蘆醇。而家擺咗亞精胺落去又係乜嘢嚟嘅咧？亞精胺咧就係呢個最新嘅科研結果嚟嘅，就係咧佢可以幫助你個細胞自噬，即係咧我哋 fasting 嗰陣時啊，禁食嗰陣時咧，點解要禁食咧？16:8咧，就因為我哋會食翻自己嗰啲殘餘嘅唔健全嘅細胞，令你個身體咧就健康好多。嗱，下邊咧係有咁多份醫療報告，大家睇下，係嚴肅嘅喺大醫療雜誌入邊嘅報告。就係呢3樣嘢加埋係黃金鐵三角，對於呢個長壽健康咧係最有效嘅。呢個3個加埋係有幾份醫療報告俾大家睇下，唔係普通嘅醫療報告，喺大醫學雜誌發出嚟嘅正式報告。MNN 加白藜蘆醇加亞精胺，呢兩個駁長個端粒體，呢兩個會駁長你個細胞嘅端粒體。呢個會食翻你嗰啲壞嘅細胞。TMG 就係抗氧化嘅，加埋維他命 C 嘅幫助。其實總共係4樣嘢嚟嘅啫。呢個研究長壽就係端粒體，呢一個細胞自噬，呢個抗氧化。咁每日咧係2粒噶吓，每日2粒。咁而家咧你凡係買個57600或者買個 collagen 嗰個 account 嚟買咧，第一盒就8折噶啦，1504，買到第2盒咧就1316，咁呢個係勞斯萊斯，呢個係如果你想保存健康，最乾手淨腳，呢個就係駁長你嘅端粒體，呢個威力龐大，每日食450mg 加 100mg 嘅白藜蘆醇，然後就係亞精胺幫你排除嗰啲唔健康嘅細胞，然後呢個 TMG 加埋維他命 C 就係抗氧化，呢個就係消除慢性發炎嘅現象。